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同学聚会上，未婚夫的白月光把我的包包弄脏了，他慌忙地向我致歉，真的非常抱歉。陈瑞洲似笑非笑地开口道：“这个包价值500万。”杨倩倩一下子脸色煞白，瘫在椅子上。不愧是陈总，500万的包说买就买。有些人得后悔死了，为了100万放弃陈总，估计砸锅卖铁都凑不齐喽。阵阵嘲笑声接踵而至，我目光复杂地望着他，为了100万抛弃陈瑞洲的女孩，恰好对上他难堪与不甘的视线。之前在走廊相遇时，他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你猜他的心里是有我，还是你？”语气充满了玩味。现如今，为了接近陈瑞洲，故意把我水洒在我包上。对于他这种挑衅的行为，我打心里是瞧不上。当初他若是没有选择陈母的100万，而是果断留在陈瑞洲身边，现在站在他身边的就是杨倩倩了。陈瑞洲揽过我的腰，不屑地扫了一眼杨倩倩。杨小姐生活要是艰难的话，可以跪下在我未婚妻面前，请求她的原谅。她攥紧手，低着头，倔强地抿着唇，迟迟不语。陈瑞洲不急不慢地敲着桌面，目光直直地看着杨倩倩。好。杨倩倩颤抖地发声，隐约能听到哭声。她屈辱地向着我的方向，慢慢地弯下膝盖。全场嘲笑声此起彼伏。从前骄傲的校花，现在如此卑微。陈总还真的不怜香惜玉呀。突然间，陈瑞洲拽起正要跪下杨倩倩，伴随他的惊呼声，身体倒向一旁。陈瑞洲见状，淡然的神色闪过一丝慌张，迅速伸手把她扯进自己的怀抱。他眉眼中闪过一丝窃喜。众人见此场景，视线集中在我身上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心口像是被千斤压住般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周围异样的视线让我无地自容，良好的教养告诉我，不应该在此刻发作。陈瑞洲对上我晦暗的眼神，瞬间惊慌失措，粗鲁地把他推开。他目不转睛看着我，微微张开的嘴却没有出声。阿周，谢谢你。杨倩倩嘴角微挑，声音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欣喜。陈瑞洲眉心微蹙，语气充满了不耐烦：“闭嘴，这也是你能叫的？杨倩倩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为了钱可以不要尊严。”明明是冷漠到骨子的语气，我的心底却泛起阵阵酸意。我陪着陈瑞洲一路打拼，我见证过他任何模样，可却没有见过他现在这般在大庭广众下羞辱一个女孩子，态度是极尽恶劣。只有我明白，看似羞辱贬低，实际上，但他眼底的心疼却被我轻而易举地捕捉到。和他在一起3年，他很少和我提起从前的感情问题。直到有一次收拾房间时，不小心翻出以前的旧物，看到一张他和一个女孩的合照，照片里女孩笑容明媚，男孩羞涩腼腆，他们紧握的双手刺痛了我的双眼。我强忍着内心的酸涩，装作不在意地问：“你的初恋？”一向淡定自如的他看着老旧照片，愣神片刻，眉眼的落寞一览无遗。他夺过我手里的照片，面无表情地把照片扔进垃圾桶，动作果断利索，不掺杂一丝感情。不知为何，我没有心安，反而酸涩的情到达顶峰，强忍的眼泪立刻掉下来。陈瑞洲心疼地把我搂进怀里，轻柔地抚摸我的头发，轻声细语道：“当年拿了我妈的100万离开我当时真的很透他了。不过现在已经都释然了。”
这些都是过去的事，现在你才是我陈瑞洲想共度余生的人。他捧着我的脸，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的眼眸，像对待珍宝般轻轻吻在我额头上。到家后，我和陈瑞洲无言并肩而坐，沉默的氛围压抑的我有些喘不过气。他主动附上我紧握的双手，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一晚上积攒的怒气在此刻爆发。分手吧，陈瑞洲。说罢，便要转身进房间收拾自己的衣物。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强势地把我禁锢在怀中。我不同意，话语中充满了怒意。此刻，我满脑子都是杨倩倩摔倒时，他焦急地把她拥入怀里，眼底的心疼让人无法忽视。冷眼讽刺是不甘，真正伤害时却心疼，这还不算爱吗？密密麻麻的酸楚顺着血液蔓延至全身，心口像是被利刃狠狠扎进。你喜欢他，是吗？既然你忘不了他，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？我到底算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喜欢他。他盯着我眼睛，面色沉重，语气充满肯定。他因为100万离开我，我无时无刻不恨他，才刚的羞辱让我意识到不值当，这种女人不值得我浪费我的情绪。她差点摔倒，换成其他人，出于本能我也会服。如果我提前知道这种行为让你误会，我是绝对不会做。关于钱的问题，我只是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，怕这件事情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他拉起我的手，放在心口，小心翼翼说道：阿晨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人，下次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我很受难。见我没有出声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挑起我的下巴，亲吻住我的双唇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板正的白色衬衫不知何时起，最上面的扣子悄悄地松开。他咬着我发烫的耳垂。阿晨，我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臂，仰着头，面色绯红。砰的一声，大门被打开，打破了这样的氛围。我下意识望去，只见杨倩倩苍白着脸，呆站在门口。我快速推开陈瑞洲，慌张地整理自己，在杨倩倩哀怨的眼神中，仿佛我这个未婚妻才是第三者。陈瑞洲不善地盯着他，厉色道：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？旁边的陈薇把杨倩倩护在身后，倩倩刚回来，没有去处，为了她的安全，我就把她带回来。陈薇，陈瑞洲的姐姐，自从我和她陈瑞洲在一起，她姐姐没给过我好脸色，我自认为没有哪方面得罪她。后来我得知，她与杨倩倩是好朋友，还固执地认为是我抢了她杨倩倩的男朋友。姐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她阴沉着脸，眉头紧蹙。杨倩倩目光悠悠地看着她，眼底闪着微微泪光，委屈地说：你别和陈薇姐生气，我走就是了。陈薇攥住了要离开的杨倩倩，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。陈瑞洲，他是我的客人，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带人回家做客。转头对杨倩倩说：倩倩，你别怕，你放心住下，没有人敢赶你走。杨倩倩怯怯地看我，然后对陈薇摇了摇头。陈薇像护犊子的母鸡，狠狠地瞪我。我掠过她，视线飘向杨倩倩，不急不慢道：杨女士是特意过来提示我，你弄坏我500万的包吗？虽说这件事我未婚夫不追究你，但是我可没有答应，如果你不想还钱，就离我远些。听到我说的话，杨倩倩身体微微颤抖，我支支吾吾道，眼神脆弱又无助，像受到巨大委屈的模样。陈薇剜了我一眼，我恨声道：不就是500万吗？林妙晨，你别这么斤斤计较。我冷笑道：既然陈大小姐这么大方，你替她支付。
被我一噎，他涨红了脸。虽说陈家富裕，但大部分的资产都掌握在陈瑞洲手里。陈威又是整天不务正业的主，家里为了管束他，每个月都是有固定额度。大手大脚管的他可没有存钱的习惯，一下子让他拿出500万，心估计都在滴血。见在我这边没讨到好处，便把目光转向陈瑞洲。陈瑞洲，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姐，就让倩倩住下。见陈瑞洲不为所动，他的声音突然拔高：现在倩倩身体不适，你就不能念在你们昔日的情感上，让她住一晚怎么了？陈瑞洲眉头微蹙，望着杨倩倩毫无血色脸颊，消瘦的身躯，表情很复杂。片刻沉思后，缓缓开口：明天立马滚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陈威，你也一起？我自嘲般摇摇头，直径走进卧室，自顾自地收拾自己的东西。陈瑞洲紧随其后，见我收拾，直接夺过我手里的行李。阿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打断他：够了，既然你的爱人回来了，我退出可以吗？我噙着泪，失望地说：我祝你们早生贵子，陈先生。阿陈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我知道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就让他俩立刻离开。如果你实在介意，我们明天立马去买新的房子，搬离这里。你是知道我姐的性格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现在很晚了，我是怕影响你休息。陈瑞洲低头，微凉的指尖温柔地拭去我眼尾的泪珠。阿陈，你能理解我吗？我看着这个我爱了3年的男人，说要彻底放下，终究是有些不忍。3年的时光，和他的回忆历历在目。他从清澈稚嫩的少年成长到现如今成熟稳重，可以独当一面的男人。我到底是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尽管如此，也绝不会让自己的一腔真心错付。我无力地看着陈瑞洲，我需要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心里很乱。杨倩倩的到来打乱了我的计划，我没办法忽视这一切。好，我会一直等你。他没像之前一味拒绝，只是的祈求地看着我。我离不开你的，阿陈。语气中充满无措。次日清晨，陈维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客厅响起，我被吵闹声惊醒，起床查看。怎么这么笨，连杯咖啡都做不好，这么难喝，都不知道林妙晨怎么雇的保姆。陈威不耐烦打量着张妈，张妈低着头，嘴里不停道歉：陈小姐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我给您换一杯。说罢伸手想把陈威的咖啡拿走。陈威抬手推搡了一下：别靠近我，脏死了，满脸的嫌弃。张妈踉跄，脚步不稳，我眼疾手快地扶住张妈。没事吧，张妈？我温声问道。没事没事。张妈朝我笑笑，连忙摆摆手。之前对我冷嘲热讽，为陈瑞洲，我忍了，但是张妈是我底线，立刻给张妈道歉，不然就立马滚出去。我指着陈威，强压着内心的怒火。张妈自打我有意识以来，就开始照顾我饮食起居。和陈瑞洲同居后，张妈也跟着过来。在我心中，她已经是家人，而不单单是保姆。张妈的家人考虑到她上了岁数，不想让她操劳，打算让她辞了这份工作。张妈却拒绝，她拍了拍我的手，慈祥地说：我不放心我家晨晨啊，照顾你这么多年，离开了我怕你不习惯。自打父亲再婚后，我第一次感受到被爱，在张妈的怀里，我哭得像一个小孩。父母离婚后，我被判给父亲，母亲就出国了。起初，父亲打心里内疚，没有让我拥有完整的家庭，所以对我十分宠爱，
生怕捧在手心怕坏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但好景不长，有一天，父亲带回一个貌美的阿姨和小女孩，并叮嘱我，以后她们就是我的妈妈和妹妹。不知何时，我渐渐失去我的父亲。当我注意到家中摆放的全家福，唯独少了我时，阿姨出来打圆场，说那时我没在家，就没拍上，后面我们重新拍就好了。再后来也没有拍过全家福，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明晃晃挂在客厅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用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。过了1年，阿姨生了弟弟，父亲老来得子，全家人脸上都是难掩激动。我沉默地看着这个和我有着血缘关系婴儿，最后一丝属于我的东西也被抢走了。每次父亲在逗弄他时，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，再也没有出现在我身上。我就像阴沟里的老鼠般窥视别人的幸福。生产后，阿姨身体大不如前，为了养好她身子，父亲决定搬迁到环境更好的胡谦市。所有人都沉浸在新生命降生的喜悦中，我像被抛弃的物品，在他们4口之家中格格不入。最终我选择远离他们，独自留在前朝市，留在我诞生的地方。不过好在父母对我有愧，在金钱上从未亏待我。没有爱，有钱也不错。张妈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，绝对不允许别人羞辱她。被我驳了面子，她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冲着我大吼道：“林妙晨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现在倩倩回来了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让我给下人道歉，你有没搞错？这老不死的，他也配？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再也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怒火，一记耳光甩在他脸上。他捂着红肿的脸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杨倩倩扶着陈薇：“林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为了无关紧要的人打薇薇呢？如果你是因为我原因才迁怒薇薇的话，我走就是了。”他可怜兮兮地指控我。我无视杨倩倩的话，阴沉着脸呵斥道：“道歉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没完了！”他尖叫着抓起桌上的杯子，就胡乱地朝我扔过来。我下意识闭上眼，护住头。顷刻间，陈瑞洲疾步向我走来，整个身躯挡在我前面。玻璃破碎的声音响彻客厅。“阿晨，没事吧？”他关切地询问，满眼的担忧。我看着他的额头被砸出好大口子，血液不断顺着额头流下，看起来极其严重，白衬衫上满是黑褐色污渍。杨倩倩焦急走到他身边，抓住他的衣角，声音中还带哭腔：“阿周，疼不疼？我送你去医院。”他甩开杨倩倩的手，冷然道：“不用了，林小姐，我有未婚妻了，请自重。”视线始终都停留在我身上，细心地检查我有没有伤口。听到陈瑞洲的话，杨倩倩面如死灰，停在半空中的手迟迟没收回。陈薇从意外中回过神来，不满地开口：“陈瑞洲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倩倩？当年倩倩离开你，也是有苦衷的。”其实，陈瑞洲打断：“闭嘴！我不想听任何理由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其次，我们马上要结婚。我不想任何人打扰我们的生活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我不欢迎让我未婚妻不开心的人。”陈薇还想说什么，陈瑞洲一个犀利的眼神，他立马噤声：“陈瑞洲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撂下话，拉着依依不舍的杨倩倩离开。我小心翼翼地处理伤口，伤口还不断冒着丝丝血迹，眼泪不争气地顺着脸庞滑落。他宠溺地捏捏我的脸：“不疼的，别哭了。阿晨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”对上他殷勤而期盼的眼神，我深深地呼出口气：“
好。轻声道。他怔了一下，嘴唇微扬，余光里全是我的身影。最近公司有个大项目，陈瑞洲想争取在结婚之前完成，然后就可以全心全意地陪伴我。因为项目的流程比较繁琐，他时常加班，就搬到公司附近的房子。我也忙着准备结婚的事宜，恰好今天终于搞定，准备带着默默去看望他。我对着趴在我脚下的默默说了一句：“找爸爸。”他立马开心，摇摇尾巴，用头蹭蹭我的小腿。默默是我和陈瑞洲确认关系后一起领养的萨摩耶，之前因为生病比较严重，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康复后就一直窝在家里，没出过门，都憋坏了。给默默穿戴好牵引绳，吩咐了张妈几句，便走了。出门不久，手机铃声响起，定睛一看，是陌生的号码，沉思片刻后接听。还没出声，电话里传来杨倩倩娇滴滴的声音：“你以为阿周喜欢你吗？不过是把你当成我的替身罢了。就算我当初为了100万离开他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他都会乖乖回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合我抢阿周？你最好乖乖离开他。”我嗤笑道：“杨小姐，你要有能力，跑到我这里叫嚣什么？”听到我嘲讽，他的声调开始尖锐起来。林妙晨，就连你们一起养的狗，也不过是他曾经对我的承诺。听到他提到默默，我抓住手机的手一紧：“你说清楚。”见我语气有了变化，他轻笑道：“你以为他最近加班是和谁在一起呢？”说完，手机嘟的一声挂了。此时我的心情极其复杂，我不相信程瑞洲会用这种方式对我。分手可以，但却不能轻视我的感情。我必须要找他问清楚。牵着默默快步往陈瑞洲的公司走去。走进公司，身材窈窕的前台小姐姐迎面走过，轻声问道：“请问您找谁？”她低头看看我旁边的狗狗，抱歉道：“女士，这边不允许小狗进来的。”我寻思着，她可能是新来的员工，不认识我也很正常。我是陈瑞洲的未婚妻，过来找他。她细细打量我一会：“女士，您别开玩笑，我总裁的未婚妻正在办公室呢。现在的小姑娘就是见到有钱的男人就粘上去，真不自爱。”眼里满是嘲讽和不屑。我愣神片刻，他以为我被说中心事，羞愧难已，嗤笑一声就要离去。什么意思？我不解问道。他看着我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神情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陈总的未婚妻天天过来送午饭，现在还和陈总腻在办公室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不可能！你在胡说什么？”我声线有些不稳，呼吸变得急促，脑子里最后一根理智的弦断了。我需要立马上见到陈瑞洲，我必须要他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这时，陈瑞洲的助理出现，表明我的身份，斥责他一通。他慌忙道歉，嘴里还解释着：“林小姐十分抱歉，我经常看到那位小姐和总裁的姐姐一起过来找总裁。我没见过您，才以为那位小姐是总裁未婚妻，真的非常抱歉。”我已经听不到任何的道歉，把默默交给助理，就往陈瑞洲的办公室跑去。透过虚掩的门缝，正好看到他和杨倩倩在拉扯纠缠。陈薇微红的眼角：“你说你不爱我，为什么你们一起养的狗和我们当初约定好的一模一样，连名字也是我们之前一起取的？”说着翻开他的钱包，拿出一张照片：“你不爱我，留着我们的合照做什么？”看清这张照片，我的心跌落到谷底。是之前当着我的面扔掉的照片，他又捡回来了，他舍不得。
我紧咬着唇，呆滞地看着他们。杨倩倩说着，便要撕毁照片。陈瑞洲摁住她的动作，红着眼眶，不吱声。阿周，我不想离开你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办法。你因为我的事情和阿姨闹翻，看到你痛苦，我也很煎熬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还是天之骄子，不用和我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也想和你永久在一起，但是我妈妈生病了，高昂的医药费让我束手无策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死在我面前，我没有办法。阿周说完，他掩面痛哭。陈瑞洲眼眸情绪翻涌，藏着无尽的心疼和爱意，一把他拉进怀里，像是终于找到遗失的珍宝，怜惜地抚摸着他的脸庞，接着吻住他的唇。他们拥抱，宛如一对璧人。我张张嘴，被扼住喉咙的窒息感让我发不出声音。此时的我就像个局外人，一道看不到的屏障，把我们割裂开。越过重重阻碍修成正果的主角，配角的我也该黯然退场。陈瑞洲猛然抬头，注意到满脸泪痕的我，他瞬间脸色惨白。顷刻间放开杨倩倩，大步走到我跟前，淡漠的眼底迅速地泛起一丝惊慌失措，步伐显得格外慌乱。我勾了勾嘴角，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脸。恭喜你如愿以偿，祝你和杨小姐百年好合。你很高兴吧？每说一句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，不受控制。你告诉我，最初你提议收养默默是因为他。他沉默地看着我，挣扎和痛苦爬满他的眼眸。我扯着嗓子问道：你告诉我呀，我不过是你消遣寂寞的玩物，所以不配得到你的尊重和真诚吗？年少的爱情终究是过于难忘，你们爱的热烈，爱的疯狂，但是你不该践踏我对你的感情。陈瑞洲苍白的嘴唇微微颤抖，如嗫道：阿晨，阿晨。他不断轻呼我的名字。杨倩倩扑到我身前，眼眶里蓄满泪水，泣不成声道：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打扰你们。林小姐，我是真的爱阿周，求求你不要怪他。他拽住我的手臂的力道加重，指尖狠狠地扎进血肉。我吃痛，手臂一挥，他惊呼一声，跌在地上。陈瑞洲急忙蹲下身子，查看杨倩倩的情况。我低低冷笑，身体也跟着轻微颤抖。拙劣的表演，被爱情迷了眼的人才会上当。我再也不想见证他们感人的爱情，转身要离开。陈瑞洲拽我的手腕：阿晨，他知道，一旦放手，我们就完了。我正脱开他的触碰，狠狠给他一耳光：别碰我，恶心！看着他眼底慢慢涌上错愕、失落和后悔，我只是淡淡看着他，如同看一个陌生人。陈瑞洲，你和他挺配的。我指了指旁边的杨倩倩，我顿了顿，一字一顿道：都恶心人。说完，没理杨倩倩怨毒的眼神，头也不回就离开这是非之地。我带着默默和张妈搬离与陈瑞洲共同生活过的地方，回到之前常住的房子。我卷曲在床上，裹着被子，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，大滴大滴的眼泪砸落，泪水横流，哭泣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的刺耳。脑海里不断回过很多片段。除夕夜的前夕，收到父亲来电，说他们要留在胡千市过年，让我过来。我不愿意，为此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之后再也没收到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，只有到点入账的生活费。想留在曾经有父母的地方，我有错吗？除夕那夜，我独自一人在街道里游走，被远处急来的摩托车撞倒。我都痛苦地躺在地上，那人只是瞥了我一眼，
拿上我散落在地上的钱包和手机，扬长而去。我看着空旷的街道，放弃挣扎，呆呆望着天空，想着如果这样死去，会不会有点难堪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视线开始逐渐模糊，我隐约看到一道身影，他逆着光，看不清的面容，我只觉得好累，眼皮再也撑不住。一道刺眼的强光袭来，我捂着眼睛，慢慢睁开，只看一个身白衬衫的少年站在病床旁边，五官分明，身材高挑瘦削，凌乱的黑发垂落在额头，一双漆黑的眼睛中带着探究。见我醒，他不急不慢地开口：“醒了。”我呆呆地望着，见我不开口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撞傻了，你救了我。”我一开口，声音嘶哑得可怕。他对我点点头，表示肯定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直到我们在一起，谈论到他救过的那个女孩，始终也没有把我和她联系在一起。毕竟那时候的我沉默自闭，几乎没有朋友，和现在开朗自信的我相差甚大。我也没有和他挑明，默默地听着他描述当初的我。那时的他还是那么青涩稚嫩，只有一眼，我沦陷了，彻底地爱上他。我想，那大概是该死的爱情。我努力变得更加优秀，希望再次相遇时是最美好的样子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时刻关注他，发现刚和一个女孩交往，痛恨自己的懦弱。听说他们分手后，我鼓起勇气出现在他的生活和事业里。当时公司处在上升期，为了能拿下大项目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应酬。直到有一次喝到胃出血，进了医院，那时他心疼地抱着我：“阿晨，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未来。”之后他再也没让我碰过酒，公司在我们一起努力下，逐渐壮大发展。杨倩倩的出现，我输得彻底。急促的铃声打断我的回忆，看到陈瑞洲3个大字，我果断挂断。在持续反复挂断后，我无奈接起：“阿晨，我在你楼下。”他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：“你可以下来见见我吗？”我不冷不热道：“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也趁早和家里人说清楚。”不等他回应，我挂了电话，顺便把有关他的联系方式拉黑删除。这手理清自己在陈氏集团的股份，现在如今，我不想再和陈瑞洲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可他却乐此不疲，住处送花，以及所有我可能喜欢的东西。到夜深，他会在我楼下站几个小时，我也让张妈劝他，他只是摇摇头，沉默不语。我看不懂陈瑞洲，他一方面放不下杨倩倩，一方面又舍弃不下我。这就是我当初追求的爱情，简直是廉价至极。我受不了他虚伪的深情，放下话，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我会报警并搬走。也许是受了我几次的闭门羹，识趣的没过来烦我。我拾起自己年少喜欢的绘画，在绘画过程，我感内心无比宁静、满足。陈瑞洲淡出我的生活。最近，我的社交平台持续地接收到来自不同网友的咒骂私信。最恐怖的是，几乎是每分钟都有陌生打电话过来辱骂我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保持冷静，第一时间就顺藤摸瓜，找到这件事情的起因。在某社交平台上，小有名气的博主说我插足了他的感情，这个人就是杨倩倩。内容大致是他和陈瑞洲相爱，我趁着他远走他乡照顾母亲，用自杀来强迫陈瑞洲和我订婚。其实他说辞有很多漏洞，这时陈伟跑出来作证，网友便相信了他说辞，都表示心疼他，纷纷过来讨伐我，为他讨公道。对于他作死的行为，我很是不解。明明我和陈瑞洲已经解除婚约了，
他得到想要的，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？我可不会惯着他，直接选择报警。接着澄清我与陈瑞洲的关系，还附带着杨倩倩挑衅我的通话录音。我庆幸自己的谨慎。证据一出，网友调转方向，一股脑涌入杨倩倩评论区，骂她是白莲花、第三者等。她承受不了网友的反噬，注销所有社交账号。去警局提供证据的路上，我遇到了杨倩倩。她面目可憎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刀，情绪异常激动，嘴里还不断喊着：“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！”说着还挥舞着手上的刀子。我悄悄地点报警电话，假装镇定地和他搭话：“你不是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吗？”他像是被我激怒般，大声怒吼道：“你抢了我阿周，为什么要抢我的阿周？你这个贱人！我不过和你开个玩笑，你竟然敢发证据回我！”果然在疯子的世界里，所以有人都要让着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着还一步步向我移动。我小步挪动，眼下只希望警官能快点到达。紧张地抓紧自己手机，额头不断冒出冷汗。我已经和陈瑞洲分手了。他用刀尖指着我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是你勾阿周，不然他为什么还不和我重归于好？今天我就毁了你！”说着，他发疯般冲向我，拿刀的手挥向我的脸。我来不及躲避，及时赶到的民警把他摁在地上。看到警官到来，我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。风尘仆仆赶过来的陈瑞洲看到掉落在我旁边的刀子，急忙上前询问道：“有没有受伤？”我对他冷漠地摇摇头：“阿周，阿周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”被警官束缚的杨倩倩看到他，情绪变得格外激动。警官为了防止他发狂伤害别人，二话不说就把他拖进警车里。陈瑞洲的眼神在他身上扫了扫，失望堆满了眼眸。他想扶我起身，我微笑地拒绝：“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”陈瑞洲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神色愧疚地道：“我姐姐和杨倩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”我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平静道：“不用和我道歉，这些都交给法律来解决。”阿陈，我没有和杨倩倩在一起。他低声说。我厉色道：“够了，陈瑞洲，如果你喜欢杨倩倩，你就该果断和我分手；如果你喜欢我，就该和她划清界限。你的摇摆不定，既伤害了我，又祸害杨倩倩。我和你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也许他爱我，也爱杨倩倩，但是他更爱自己，可以为了自己的欲望，同时伤害两个人。”他强势地把我搂进怀中，声音有些干涩：“真的不可能了吗？”我越挣扎，他越用力，恨不得把我揉进骨血里。面对陈瑞洲的纠缠，心里的疲倦，陈瑞洲，别闹得双方太难看，好聚好散。他垂下眼眸，长长的睫毛掩饰住了他的失落，抱住我的力道一松。我细细打量着我爱了3年的男人，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痕迹，只是眉宇间多了一丝成熟。鼻腔发酸，眼泪不知觉落下来。我用指尖抹去泪水，释然的道：“我哭只是为了祭奠我逝去的爱情而已，与现在陈瑞洲无关。陈瑞洲，我们分手吧。”这是我给双方最后的体面，也是给我年少爱恋的陈瑞洲一个完美的谢幕。杨倩倩因为故意伤害和造谣，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。陈父陈母联系我，祈求我能签署和解协议，他们会给予我最大程度上的经济补偿。我拒绝了，我认为每个犯错的人都应该受到公正的惩罚，才是对受害者最大的道歉。之后，我带着默默一起到世界各地游玩，
用我的画笔记录世间的美好。中间也时不时接到陌生电话，电话那头没有声音，只是时不时还有风声。我知道是陈瑞洲，但我与他此生再无可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